最近在乌俄战争的整个事件里面，有一个不断被提起的关键字——北约。虽然这个字的曝光率很高，但还是有很多人搞不清楚北约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战争的焦点呢？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北约吧。嗨吼，大家好，我是志奇，欢迎来到深南智慧大辞海神秘名词大解析，献给有听没有懂的你。北约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简称哦，它是一个由北美和欧洲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现在有30个成员国，包含了美国、德国、加拿大、法国、英国等等。这次乌俄战争爆发之后，北约这个名字呢就不停的被大家给提起，因为俄罗斯开战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不满北约的东扩，要求乌克兰不能够加入北约。为什么俄罗斯要那么在意北约？这个组织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之前呢，还是要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的提案简报常常让主管或是客户觉得很没重点吗？不管在哪个领域工作，只要你有资讯整理、沟通表达需求，那就不要错过今天要介绍的资讯结构乘以视觉化设计，即学即用的图像资讯表达课。这堂课不只会教你思考架构，而且也有实际操作练习，另外还会提供资讯设计模板，让你可以实际运用练习，生动传达自己的资料跟想法，进而提升专业感。现在购买课程就可以享有低于43折的募资优惠价，而且使用我们的专属优惠码“7777”还可以再折300。这么好康，就不要再犹豫了，赶快点击下方的资讯栏去看看更多课程的相关资讯吧。为什么要成立北约？简单来说，就是为了要防堵共产主义。我们把时间拉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1940年代末期，当时欧洲各国因为战争元气大伤，但因为美国本土没有受到战争的摧残，让美国在大战之后反而确立了世界第一强国的位置。而在最大的敌人轴心国瓦解之后，美国就开始把目光转向下一个可能敌人，也就是逐渐兴起的共产主义，还有当时的共产主义强权苏联。由于当时很多欧洲国家的经济状况不好，美国很担心苏联会趁虚而入，所以为了让欧洲可以快速的振作起来，美国提供了欧洲版美元，也就是俗称的马歇尔计划。1948年，马歇尔计划启动，要提供欧洲130亿美元的支援。那考虑到通货膨胀大概呢是今天的1500亿美元。那只有经济援助当然还不够，实质的军事合作也很重要。1949年，美国、加拿大还有10个欧洲国家一起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承诺建立一个共同防御的军事组织。而这个组织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总部设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那说到这种跨国的合作组织大家可能马上就会想到另外一个联合国。北约成员明明也全部都是联合国的成员，那联合国也有自己的军队，那为什么还要另外再成立一个北约呢？那虽然联合国有部队但是出动部队需要先经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同意，而苏联就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他们拥有1票否决权，可以否决任何他们不喜欢的军事行动。那就表示说，如果联合国想要发起对苏联不利的军事行动，苏联当然不可能会同意，所以想要牵制苏联，就势必得要透过其他的组织，而北约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军事防御同盟。除了成员国各自的军队，北约也有自己的快速应变部队，部队人数大约有4万人。那到了今天，北约可以动员的兵力呢，已经有了将近350万人。而在北约的公约里面呢，有一个有名的第5条，里面约定说，只要攻打任何一个北约成员国，就会被视为是攻打北约整体。所以只要任何一个北约成员国被攻击，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就会立即参战。而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呢，苏联就比较可能会顾虑到发生世界大战，不敢轻易的对北约国家出兵。而就成效来看，到目前为止也几乎没有任何国家敢对北约成员国动手。目前历史上面唯一一次成员国被攻击，所以北约全员出动的案例是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而北约也因此参与了后来的阿富汗战争。那话说回来既然北约是防堵苏联的组织，那苏联又如何回应呢？北约成立之后，苏联也不甘示弱，在1955年成立了华沙公约组织，与北约相抗衡。华沙公约的正式名称呢是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组织。由于这个公约呢是在波兰的华沙签署，因此被称为是华沙公约，简称为华约。那在冷战时期，北约就代表着西方阵营反共产的阵营，而华约呢则是代表着东方阵营共产阵营。而且华约也有跟北约第5条类似的条款，攻打任何一个华约成员国呢，也等于是在攻打华约整体。但幸运的是，在
冷战时期呢，华约跟北约并没有真的发生冲突，而随着共产阵营内部的不稳定，华沙公约于1991年的7月废除，而在同一年的12月，苏联也解体了，原本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名为俄罗斯联邦，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俄罗斯。那由于苏联解体的非常突然，西方各国都没有预料到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大家也不清楚这个新的俄罗斯底细如何，到底跟前一个苏联有没有区别，因此他们让北约继续存在，以备不时之需。而另外有部分的前苏联前华约的成员国，因为担心俄罗斯可能会报复他们，所以也希望加入北约，让北约的成员国可以快速的增加。而这个现象呢，就让俄罗斯超级不爽。为什么俄罗斯对北约会那么的不满？这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有些评论认为，俄罗斯基本上就是苏联的借尸还魂，就算苏联已经解体，他们还是认为前苏联领土都是属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不能够随便被欧美的境外势力介入。那北约这个以牵制苏联为目标的组织，当然就让俄罗斯非常的介意，所以俄罗斯曾经再三警告说，北约不能让前苏联盟国加入。但是北约这边认为这些国家只要符合条件，想要加入是他们的自由。因此，从90年代以来呢，加入北约的前华约或是前苏联国家就有捷克、匈牙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等，而北约的势力范围也一步步的向东边扩张，来到了俄罗斯附近。而且北约在俄罗斯附近的军事部署也让俄罗斯觉得非常不满，像是在2010年，北约在波兰还有罗马尼亚部署飞弹拦截系统；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北约在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等等邻近俄罗斯的国家也部署了多国的军队。因为这种种的原因俄罗斯把北约当成是自己的头号敌人，而这个时候夹在中间的乌克兰就变成了一个关键的冲突点。俄罗斯多次的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因为如果乌克兰也加入北约，他们就等于失去了一个庞大的缓冲区，让欧美的军事力量可以直接威胁俄罗斯的国土。而这个担心最后也成为了这场战争的导火线之一。那乌克兰这边又是怎么想的呢？在战争爆发之前，乌克兰对于要不要加入北约其实一直都有很多复杂的考量。因为如果能够加入北约，好处是可以得到军事的保护，抑制这个对乌克兰虎视眈眈的俄罗斯。但同样的也可能会激怒俄罗斯，反而增加军事冲突的风险，让乌克兰陷入了一个很两难的选择。像是从2008年开始，乌克兰就曾经寻求加入北约，不过当时没有马上获得成果。到了2010年，乌克兰总统由亲俄罗斯的亚努科维奇当选，乌克兰也因此暂缓加入北约的进度。而再到了2014年以后，当选的2任总统立场都比较亲欧，除了想要加入以经济合作为主的欧盟之外呢，也想要加入以军事合作为主的北约。甚至在2019年，乌克兰还成功的修宪，把加入欧盟跟加入北约都列为国家的方针。那当然，在乌俄战争爆发之后，这个局势又有了不同的变化。目前北约成员国虽然谴责俄罗斯也对乌克兰提供不同程度的援助，希望能够保护乌克兰主权，但包含美国在内，北约各国不想要跟俄罗斯直接爆发军事冲突，所以目前他们对于让乌克兰加入的问题态度是比较保守的。而乌克兰这边虽然也正在积极的寻求北约成员国的军事协助，不过根据目前的报道，为了缓和俄罗斯的情绪，这一块乌克兰似乎比较愿意妥协，没有一定要加入北约。但现在一切都还处于变化很快的状况，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都还有待观察。而目前大家更在乎的是，北约到底还有没有办法发挥它的作用呢？在北约70多年的历史当中，他们能够发挥的舞台好像不是那么多。像在整个冷战时期，北约并没有真的采取过军事行动。而冷战后，又有人诟病说，北约变成是美国主导的世界警察联盟，曾经用维护区域和平和阻止人道危机的理由，空袭南斯拉夫，让科索沃独立，参与阿富汗战争和利比亚内战。但这些战争，不管是在北约内部或是外部，都引发了很多的争议。而且北约成员国也不是铁板一块，大家也都有各自的利益考量。像是美国的前总统川普就指责北约盟国们呢贡献的军费太少，把美国当成是冤大头，威胁要退出北约。而另外一个大国法国呢，也不满自己在北约中的话语权太低，一度从北约退出，直到2009年才重新的加入。现任的法国总统马克宏呢，甚至批评说北约正在脑死，越来越没有作用。不过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呢，俄罗斯的威胁让北约的重要性再次的被唤醒。不少北约的国家成员国都承诺会提高军事支出，加强军事合作。而一些原本不是北约成员的国家，像是邻近俄罗斯的芬兰和瑞典，也放出消息说有可能会考虑加入北约。因此有不少的评论就认为说，俄罗斯这一次的攻击虽然有部分是因为北约而起，但反而意外的让这个逐渐没落的组织重新团结振作了起来。
我们在研究这集资料的时候，发现就跟很多的国际议题一样，大家对于北约的评价真的非常的两极。一方面有人认为说北约自称要保护区域和平，每年呢花了一大堆钱，但好像都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像这次乌俄战争，看起来北约的存在反而还激化了国际冲突。本来想要维持世界和平，反倒间接的酿造出了战争，而这样的组织还不如解散比较好。但另外一方面，也有人会认为说，就算没有北约，俄罗斯也不见得会就这样子乖乖的放弃他们想要的利益，什么都不做。所以大家感受到的威胁不会因为没有北约就自动消失。而这时北约的存在就像很多的高杀伤力武器一样，就算没有完全的发挥作用，也能够发挥一定的威慑力，让俄罗斯稍微的克制一点。那当然就像前面提到的，北约成员国之间也都有各自的考量，大家的角色和态度会随着国际政治的角力产生很多的变化。但可以想象的是，因为乌俄战争的爆发，北约的地位会更加受到关注，而未来会怎么发展，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观察。好的，那最后也想问大家，你认为北约未来会怎么发展呢？为了防范俄国，各国应该会增加军费，变成更强大的组织。B， 北约现在都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未来影响力应该会更弱啦。C， 北约内部的问题太多了，各国可能会组成更小单位的军事组织，让北约名存实亡。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北约是什么。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俄罗斯为什么要打乌克兰，以及对俄罗斯经济制裁有用吗的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